龙年将至，有4种人迎来转运之年。老话说青龙甲辰年，4人要发富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说的是哪4种人要发富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正片开始前友情提示，部分内容未经科学证明，请大家理性观看，当故事听听即可。之所以有这种说法，是源于人们千年来的经验积累。经验这个事情无法称之为科学，却有不少人十分相信，而且这套经验经过历代奇人研究，已经总结出一套理论，那就是易经和五行八卦。2024年按照干支纪年法来说是甲辰年，而从五行八卦来说又是代表木的一年，木为青，木龙年即为青龙年。青龙甲辰年4人要发富，更是着重点出了青龙的特殊之处。在干支历中一共有金木水火土5种龙年，青龙年是木属水性，而辰有水库的意思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是财的象征，因此水库就是财库，也就有了青龙守财库的说法。另外，龙在我国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，是权力、安全、财富、兴盛的象征，是我国亿万百姓的图腾。所以古人认为，在龙年所有的霉运、灾难、苦难都会一扫而光，是大吉大利的一年。其实不止我国老人这样说，美国著名女预言家朱迪·海文利也认为明年是幸福祥和的一年。朱迪每年年末都会对未来一年进行预言，由于准确率极高，因此成为很多人来年行事准则。过去数年，朱迪每年都会预言很多灾难，包括地震、洪水、台风、海啸、野火、战争等等。然而对于2024年，朱迪·海文利对灾难的预言只有寥寥几句话，只说环太平洋地震带会有5级以上地震，美国和欧洲某些地方会发生洪灾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大灾难了。朱迪·海文利自然是不懂我国的五行八卦的，但他通过预言也证明龙年将是非常幸运的一年。那么老话说青龙年中发富的4个人到底是哪4个人呢？其实这里说的4个人不是4个人，而是4种属相的人。因为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，有4种属相的人将会在青龙年运势倍增。古人认为，如果合理利用这一年，这类人在这一年中积累的财富可抵平常10年。这4种属相分别为属马、属虎、属鸡和属鼠之人。这4种人在龙年会非常得势。如果以往事事不顺，龙年将时来运转；如果往年情况相对较好，这一年更为蒸蒸日上。也就是说，在青龙年里，这4种人想不富都难。毕竟这一年还是青龙守财之年，就算不会财富暴增，也会有青龙守财，亏是肯定亏不了的。另外，属蛇的也会得到好运传承，毕竟蛇年就在龙年之后，所谓蛇接好运，即便是在龙年，蛇的运势也相当旺盛。那若不是这几种属相，在2024年就不会发财了吗？当然不是，2024同样可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。青龙年是守财的一年，也是运势倍增的一年。老人们都说青龙甲辰年4人要发富，这里的4人说的是属马、属虎、属鸡和属鼠之人。那如果不是这4种属相，要如何在青龙年增加运势呢？如果放在其他年份，或许要大费周章，但如今却不同了，因为2024年已经进入了离火9运的阶段。马来西亚预言家拿督郑伯健曾经多次说过9火运，古人将每20年作为1运，一共有9运，1到9运周而复始。从2024年开始到2043年，就是第9运的时间段。非常巧合的是，这个时间段又正处于八卦中的离卦，因此未来20年又被称为离火9运。在历史上，每当离火运到来时，总会发生很多大事，这些大事也遵循着某些规律。比如离火运期间旺女性，像慈禧、孝庄、窦太后、闵八子等女政治家都是出现在离火9运时期。同时，离火运时期还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，这里的危机并非一定是坏事，而是说危险和机遇并存。在第9运阶段是旧时代的结束，新时代的开启，所以离火9运时期充满了变数和危机。2024年正是离火9运的第1年，也并非只有要发富的4人能腾飞，机遇属于每一个人。如果之前一事无成，在离火运时期可能只是抓住了一个小机遇，就能咸鱼翻身。如果之前事业蒸蒸日上，到了离火运时期也一定不要大意，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葬送半生的努力。按照这种逻辑，即便是注定要富的4种人，也只能在青龙年里受到守财龙的保护。一旦过了龙年，同样要面临危机的考
考验，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的分内的事，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而一旦能做到这一点，其实不管是不是青龙年，我们都会有所收获。有意思的是，有人对于青龙甲辰年4人要发富这一句想出了一个妙点子，既然这些人运气好，我们也可以跟在他们身边沾沾喜气。但按照老话，这种方法对于4种人可能不太管用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犯太岁。那么什么是犯太岁？又有哪些人会在青龙年犯太岁呢？易经认为2024年9火运将至，有4种属相会犯太岁。说的是哪4种呢？犯太岁也是天干地支中的一种说法，是地支流年太岁复合形成的负面关系。在青龙年，有4种人会受到太岁的干扰。第一种是属龙的人，按理说龙年属龙的人应该更兴旺，但按照古人的观念，本命年实际上是一大挑战，不少人都会在本命年穿红内衣、红内裤，就是要避免太岁霉运近身。不过也有很多人在本命年迎来机遇，所以全当是个传统习俗的仪式感，也不必太过紧张。其次是属狗的人可能会受到冲太岁的影响，但按照易经的说法，龙年开头这类人还是会有一段不错的时间。不过对于高风险的投资还是要谨慎考量，这一点其实不管属相是什么都需要谨慎考量，保证自己的财务安全。每个人都应当谨慎行事，毕竟都是血汗换来的，不要因为贪图暴利，免得赔了夫人又折兵。第三种是属兔的人，属兔的人刚从本命年走出，需要调整心态，积极面对挑战。其实不止属兔的人，在丧文化蔓延的今天，我们的情绪健康已经成了一大难题。其实很多时候只要心态好，机遇和运气自然就会到。老话也说笑口常开，好彩自然来嘛。第四种则是属牛的人，主要是要注意不要被暴躁的脾气绑架，以免在人际关系上遇到问题。古话说化戾气为祥和，现在人们因为压力太大，时常会容易出现烦躁暴躁的情绪，尤其是在网络上容易放飞自我，对人恶语相向。与人和睦相处，以善待他人，也是人人都该学习的美德。关于属相运势，大家全当故事听听即可，但老话中的一些道理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2024年会如何发展，其实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。我们可以抱着积极的期待，在新的一年做好新的计划，一项一项去完成。我们只要走好当下的路，脚踏实地，步履不停，就总有收获。相信有青龙相护，我们只需一直往前，定能万事胜意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